大家好，我是飘雪，在纽约。昨天晚上我们这边下暴雨，全部都淹水了。这边学校的地下室，我刚才来的时候全部都在抽水。这边有2个学校嘛，然后学校的地下室里面全部都满了水。我昨天晚上我们餐馆里面楼下水漫金山了，都已经到楼梯口了，大概有这么深。可能还不止，因为我没下去，我就站在那边看了一下，哇去！我想下去拿东西，还没注意，没想到会地下室会这样。以前从来没有过，20几年了吧，来美国我没有发现过，像昨天下那么大的雨，暴雨真的是暴雨，就是5、6个小时拼命的下。然后前几天刚刚听说那个新奥尔良刚刚发大水嘛。然后可能是因为是恶劣天气引起的嘛，然后那个叫什么热带怎么讲热带风暴，可能转到我们纽约这边来了嘛。我们这边也是，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，那个水都到我膝盖上面来了，我整条裤子都是湿的，就是淌水过去的。那个车子那个水都到那个就是汽车的轮胎，大家知道轮胎上面已经到汽车的轮胎上面了。那个时候还在下，可能后来到下半夜才开始停了。早上我来的时候就一点水都没有了，我看街面上面一点水都没有了，轮胎上面也都没水了，街上干干的了。它就是排水来不及，不是说是因为哪里堵塞。因为是水量太大，排水来不及，然后堵掉。然后后来不下了以后，慢慢的，它排水就排出去了，还算不错。那个学校呢，它是因为有地下室嘛，地下室的话，它就没办法排，只能用那个抽水机在抽。早上我来的时候，我看他们都在抽水。还有那边那个医院那边底下也是。昨天晚上我从这边回家的时候，就经过医院门口，它刚刚好，医院那条街呢是低洼。它有2条街都是这样斜着的，这边也高，这边也高，刚好医院那个位置就在这个最矮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水全部灌在那条街上。那我回家呢都要经过那条街。昨天晚上那边全部都用栏杆拦起来了，但是我还是趟水趟过去了，因为我不想去绕道，因为那条路我很熟悉的，我知道哪里可以走，哪里不能走嘛，所以我昨天晚上是踩水过去的。我还想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。但是雨太大了，我拿着伞，然后呢，我再拿着手机，然后下面又要顾着那个水，又怕踩空了或者怎么样，所以没有拍摄。本来想拍摄下来，记录下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真的，我来美国这么久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雨，头一次见。到处都满水的，然后警车啊、消防车啊，满街呜噜的响。哎呀！我家里面地下室还好啊，只进了一点点，就是都还没有多深，就这么一点点水。后来到了我下班回去没多久，它也退掉了。难得，我都怕我家里面涨水，还好我家里面没涨。餐馆是涨水的，餐馆是真的很久都没涨过水了。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昨天晚上有拍了一点点。就是快到家的时候拍了一点点，那个水已经不深了。狂风暴雨啊！哇，这几级啊？起码有7、8级都不止。现场雷鸣啊！哇塞，树都倒掉了。风暴啊！家死掉了！哎呀，我家里的花完蛋了，全部吹光了。这么大的风，肯定吹掉了。狂风暴雨的不得了。前几天新奥尔良刚刚挖地坑做水灾，现在轮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哇，好几年都没看到这么大的风了，好冷。地板全湿了，你都打到里面来，全部都是水。
哎呀，发大水了！你看，店里面都是，赶快关门。我的妈呀！全部淹水了！我的妈呀！你看，全身都是。昨天的暴雨呢，也是创历史记录了。纽约更惨，我们这边新泽西还好了，纽约更惨，纽约淹水淹得更严重，地铁了什么都淹水，全部都淹水，全部停开。我们这边靠这个河边这里，就是亚马逊河这河边这里，也是那个街上水都已经到大腿上面、大腿根了，然后那个水呢，都从那个地下管道那个管道口那边冲出来，往上喷，跟喷泉一样的，往上喷了，很夸张，真的是从来没见过，我也从来没见过，头一次见，头一次说街道上水满到膝盖以上的，我是头一次见，从来没有过。不过还好，就是几个小时以后稍微雨小一点，然后慢慢它就退下去了。今天又是阳光明媚了。外面的天气超级好，今天，但是凉快了，超级凉快，就好像进入秋天的感觉。看一下现在的外面的天，太阳这么大，蓝天，看，很好的天气。昨天晚上都简直就是两个天地，昨天晚上是狂风暴雨加上雷电，今天又阳光明媚了，天气又非常好。好，我是飘雪在纽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哦，拜拜。